学，我们前面已经开门见山了。那现在见了山之后呢？见山不是山，也就是原来的这一片山，我们是没有经过分析的，只是一眼看去。现在我们要将山里面的细节拿出来一一的分析。所以我们这个单元呢，除了要纵览一下下面一个文本以外，我们还要认识青蛙的故事里面的一些词汇，尤其哪些词汇出现得很频繁，那尤其是这些词汇当中，常常动词是它的主轴，所以要找到及物动词跟不及物动词。那作为及物动词呢，还要有主动跟被动的语态。所以在我们最后，我们透过使用 Concordance 一种软体能够找出最常见的100个单词。好，各位同学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的任务是认识词汇，找出词频。老师刚刚说要找出最常出现词频，让我数一下，哪一个字最常出现呢？怎么用这样人工法呢？这都是什么时代了，丽婷？也是。好，我们已经不能从这边数了，我们现在要用更科技的手法。好，我们要学会使用 Concordance 这个软体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来问问你，你的任务就是用 Concordance 的软体找出印尼语中最常出现单字，前10名是哪些呢？我们找出了前10名，你就知道在我学习词汇的时候，最主要的那10大词汇是什么，我一定要会的。没错，会了这些，你就比别人更成功一步。好，老师，那印尼语及物跟不及物的动词有哪些，或是有什么差别呢？所谓及物，那就是说有受词的意思；不及物就是没有受词的意思。至于那些细节呢，要好好的看这章里面老师的讲解哦。好，老师除了动词有分及物不及物，好像还有分主动跟被动，这又有什么差别呢？主动跟被动是非常重要的，就像是用一个 camera， 现在要照镜头，照到丽婷，丽婷现在在做的事情，那丽婷被我怎么样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时候他会换来换去，在丽婷的身上或在何老师的身上，那么是何老师做了一件事情影响了丽婷，还是丽婷做了一件事情影响了何老师？那这就有主动跟被动的差别，在故事当中就会看见这个镜头是放在谁的身上，那么这个人被怎么样了？被怎么样了？这都是被动的语态。这个人做什么了？做什么了？就是主动的语态。